美债违约倒计时，美国大使对华喊话，布林肯向年内访华。各位网友，大家好，欢迎收看本期中诚 Talk。就在我们中国庆祝5·1劳动节的时候美国那边是又陷入了债务上限的死循环。美国财长耶伦更是为此发出了美债可能违约倒计时的警告。近日，根据我新华社的报道，耶伦向美国国会发出了警告，称如果不批准提高债务上限，那美国政府很可能在6月1号就会触及债务上限，从而陷入债务违约的困境。这将是美国建国200多年历史上的首次。2008年的时候，美国的金融危机，美国离不开中国的帮助。那么这一次没有我们中国帮助，美国它还能脱困吗？目前来看美国的经济肯定是出大问题了，因为同一时间美国又倒了一家银行。据环球网消息报道，这次倒下的是美国第一共和银行，在全美排第14。而3月份的时候，随着美国硅谷银行和签名银行的连续暴雷倒闭，美国媒体就曾爆料还有100多家银行随时可能面临倒闭的风险。而拜登当时却信誓旦旦地表示，以后不会再发生这种情况了。包括很多西方媒体也都在强调，不要把硅谷银行倒闭和2008年美国的金融危机放在一起讨论，事情没有那么严重。结果拜登的话才过去没几天，美国这就又一家银行倒闭了。估计拜登和西方媒体的脸是火辣辣的疼到现在谁都不知道下一个爆发点在哪儿，下一次是哪一家银行，下一次是否就如美国媒体预料的那样，100多家银行会轰然倒塌呢？另外3月份硅谷银行暴雷的时候拜登政府虽然口头上强调事情没那么严重，但是美国政府的行动却很诚实，像布林肯、美财长耶伦、美国商务部部长雷蒙多等等美国高官都着急着想在年内访华，想求得中国的帮助。而这一次第一共和银行倒闭，美国那边果不其然又着急想找中国了。近日在接受美国媒体采访时布林肯就再次表达了中美在各个层面重启对话很重要，他希望今年能够访华。想当初2月份气球事件出来以后美国那边是恶意处理，布林肯也因此推迟了访华计划。从那时起中美关系就再次下滑。现在布林肯又想起访华了，美国这是把我们中国当什么地方了？他想来就要来，想不来就不来吗？近期大家或许也都发现了，除了美国之外，我国最近和很多人打了交道，像马克龙冯德莱恩、德国外长这些人访华就不说了，我们中国国防部长还去了俄罗斯，与俄罗斯国防部长绍伊古以及俄罗斯总统普京进行了会晤。中国和乌克兰2国元首前不久也通了话。而美国虽然一直嚷嚷着要派人访华，但是中国都没有给他回应，电话我们也不接，美国是在那边唱着独角戏呢。布林肯这一次重申想访华，如果最后成功了，是可以给后面的美国财长耶伦和商务部部长雷蒙多访华带来积极效应的，说明我们中国愿意和美国谈了。再加上当初布林肯是单方面推迟访华在先，那么这一次布林肯主动申请访华，也有点赔礼道歉的味道。当然了，布林肯重申访华也只是因为美国他现在需要我们中国的帮助，选择暂时性妥协。而美国在台海和南海那边针对我们的动作他就没有停止过。说实话，晾了美国这么久，外交部发言人早就提到过，希望美国要来就带着诚意来。而布林肯要访华的口号喊了那么多遍，我们中国就是没开门。可见我们需要的不是一句什么口号，而是需要美国拿出真正的诚意。至于诚意是什么，美国他要自己去体会了。反正要债务违约的不是我们，我们呢有的是时间让美国政府自己去慢慢想吧。
好，各位网友，今天的话题我们就聊到这儿，欢迎各位留言评论，我们下期再见。